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即将竣工。这艘船和 LNG 运输船与超级航母并列全球最难造的3种船之一，而中国把这3大造船行业皇冠上的明珠都摘走了。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我是虎妞。就在最近，中国第一艘国产的大型邮轮即将出坞，目前船坞正在注水，预计在6月6日正式投入使用，而这也是中国造船业的最后一块空白。从目前已知的内容上，我们可以知道，这次我国要下水的邮轮叫爱达魔都号，该船排水量13.55万吨，长323.6米，宽37米，使用了2500万个零配件，船上生活区达到16层，客舱数量就达到2000多个，能容纳5000多位乘客，堪称是一座海上城市，有着配套的购物、餐饮、乐园、剧场等场所。可能有人不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供人玩乐的巨轮会受到如此关注？原因是这种邮轮的建设技术含量特别高。大型豪华邮轮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难建造的3种船舶之一，和 LNG 液态天然气运输船和大型航空母舰一起并称为造船皇冠上的3颗明珠。这3种船的建设难点各有不同，其中大型豪华邮轮的建设难点在于邮轮总体设计、特殊及异形结构设计、美学设计技术、船舶安全性等等。而且由于疫情等等，新一代的豪华邮轮连防疫卫生安全措施都考虑进去了。其中所谓特殊异形结构里面还有包括密集舷侧开口结构、开孔高覆板板架结构、偏心支柱结构、大跨度穹顶结构、多层甲板大开口结构等罕见的船只建设结构。单就这些方面来说，其建造难度不亚于航母，甚至有部分地方还要超过航母。在这之前，全世界能建造大型豪华邮轮的国家一共就只有4个，分别是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当然，说完豪华邮轮，我们再简单说说造船行业的另外2个明珠。先是 LNG 运输船，这种船只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其最核心的建造难点，也就是对零下163摄氏度的液化天然气进行密封和保温的系统。此外，在焊接技术上，为了确保船只的密封性和安全性，也是用的是一种特殊的焊接法。目前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能造 LNG 的国家只有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法国。最后就是大型航母了。1993年的时候，普京问黑海造船厂的船长，如果想让未完工的瓦良格号航母造完，需要什么东西？对方回答说，需要9个国防工业部、600个相关专业、8000家配套厂家，还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现代大型航母的建造难点主要在于弹射系统、活动甲板和船只完整性。特殊的航母加班缸能够2秒内停止20吨物体的阻拦索，强大的动力系统以及各种高科技设备。目前，全世界有能力制造大型航母的国家就只有中美2国，其他国家造的全都是6万吨以下的小型航母，不具备参考价值。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造船业王冠的3大明珠，能建造豪华邮轮的只有意大利、德国、法国、中国，能建造 LNG 运输船的只有美国、日本、韩国、法国、中国，能建造大型超级航母的只有美国和中国。也就是说，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凑齐了这3个明珠，并且装点在自家的造船业王冠上面的国家，就只有中国一家。中国能做到这个成就，当然不是凭空搞出来的。目前中国的造船业是全世界最强的。想要看一个国家的造船业有多强，单纯看其中的3大指标即可，分别是接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不巧的是2023年初，中国在这3大指标上已经实现了全面超越欧美、日韩等世界其他的造船业大国和造船业强国，分别占据全球的47.3%、
55.2%和49.0%，成了世界第一的造船国家。可以说，中国的造船业是货真价实的人类半壁江山。船舶订单和其他订单还不同，目前地球上需要的运力是有极限的，也就是说，人类每年创造出来的船舶订单数目基本上是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和波动的。所以中国不是在抢夺新订单方面超过了那些老牌的造船强国，而是在传统的造船业订单争夺战场上，利用自己的实力切切实实压住了自己的对手。可以说，有了现在中国造船业的势力，能摘取全部3个造船业的王冠上的至高明珠，只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这个超级豪华邮轮的出现，正是为中国造船行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历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接下来的中国造船行业必将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